05后小伙100米短跑超神，中国17岁少年博尔特式步幅逆袭所有选手。华海超100米赛道狂飙出10秒42，直接夺下金牌。华海超身高1米8，体重62千克，就读于六安一所体育运动学校。在2022年的夏天，所有人都被这个追风少年刷屏了。那一年，华海超只有17岁的年纪，却已经代表着学校出赛。2022年，安徽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青少年部田径预赛现场，华海超参加的是4×100米接力赛。但是因为原本的第2棒身体不适，临时替换上一个兄弟，没有赛前的磨合训练，大家默契度不够，导致队伍严重落后。有了。到第4棒，也就是华海超的时候，镜头里甚至没有华海超的身影。此时的华海超急得满头冒汗，但是他没有放弃，直接全力冲刺。从没有他的镜头，从最后一棒从镜头外追到第一，跑到只有他的镜头。这一幕不仅让现场的观众热血沸腾，更让看过比赛的人都感叹于17岁少年的短跑实力。华海超更是在稍后的男子200米项目以22秒43的成绩拿下第1名。4个月后，华海超参加安徽省第15届运动会，分别在男子乙组100米决赛和200米决赛实现碾压，获得金牌。这位少年并没有沉迷于荣耀中，在2023年6月21日，华海超参加安徽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，在男子100米的项目上再次发挥出良好的表现。华海超位于第3跑道，他隔壁第4跑道的张贤就是此战华海超最大的对手，也是他最好的师兄弟，两个人可谓是知己知彼。让我们直接看到这场高能之战吧。我的乖，我的。华海超首当其冲越过了终点，他的成绩是10秒42，这是非常优秀的成绩，尤其是对于一个18岁的少年来说，国家设置的标准是10秒50，超过这一成绩就是国际级别的运动员。起跑上，华海超的速度是最快的，好兄弟稍微慢一点。之后的比赛里，华海超脚直接变成风火轮，和起跑反应第2的张贤一起领跑。只是华海超跑得太快了，始终领先第2名1个身位的距离，最终还是华海超第1个越过了终点线，张贤紧跟其上，以10秒67的成绩拿下本场比赛的亚军。但是比赛后，裁判却表示张贤的名次是冠军。原来他在反复琢磨华海超起跑的慢动作，发现华海超的起跑反应太快了，低于0.100秒，有压枪的嫌疑，所以直接取消了华海超的成绩。这一项是国际田联的规定。研究表明，人类听到声音的最快反应时间是0.1秒，世界顶级短跑运动员的反应时间也不会超过0.1秒。苏炳添在反应时一般在0.120到0.140之间，但是由于这场比赛没有高速镜头拍摄，所以视频中无法展现出华海超的真正起跑反应。这场比赛只能是辜负了华海超痛失一枚金牌。大家怎么看？评论区欢迎观众老爷们的来访。说起田径400米项目，国内在其中较为突出的人少之又少，较为突出的也就杨慧珍和莫家蝶了。杨慧珍是400米好手，接连在400米的项目上刷新纪录，创造奇迹。而广东的莫家蝶又是这项目中的能人。众所周知，400米这个项目是一项长距离的短跑项目，是一项无氧占大比例、有氧占小比例的混氧型的短跑项目，因而有很多人都谈400米而色变。其实只要在平时的训练中
有针对性的进行各项具有400米项目特点的体能和技术的训练，就能有效的达到提高400米成绩的效果。400米的技术应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体，但为了便于分析，可以把它分为起跑、起跑后的加速跑、途中跑及冲刺跑4部分。而作为初学者，往往最后的100米是最难突破的瓶颈。要想突破这个瓶颈，除了刻苦训练以外，还要掌握良好的技术。对，穆加杰呢是400米栏的专项运动，你看他最后加速的时候也是这个栏间的这个啪啪啪啪。在400米跑中，全程分配速度和能量是最有效的方法，也是取得胜利的基本要求。没有人能够自始至终全速跑完400米，进行步幅和速度分配是必要的。400米并不是全程短跑，在100米和200米有惊人的速度的运动员，只有当他学会合理分配能量时，他在400米比赛中才能占据优势。通常著名的400米运动员，他的200米最好成绩与400米跑的前200米成绩相比相差大约 0.5 秒，而没经验的400米选手却有大约1秒的差距。在2019赛季，穆加迪便开始统治国内400米栏了。接连在全国大赛中屡次夺冠，基本是无人能敌。穆加迪短跨天赋出众，竞技状态火热，主攻400米和400米栏2项。青运会前已夺得了沈阳全国锦标赛400米栏冠军、世锦赛选拔赛400米冠军，其中400米栏夺冠成绩56秒70，一直高居今年全国第一、亚洲第3。他来到太原青运赛场实力超群，已无一个强劲对手了。比赛开始，穆加杰呢，他的题目呢就节奏就是一个栏推手。虽然他身材不高，比较小，但是他的栏肩还是，他第二个栏出现点问题，第二个栏平均放了16分，自然比较大，因为前4个栏的栏肩比较重。最后一个是乱，就这么乱，大家可以看，他虽然是平时，但是他的今天这个比赛呢，确实他会比较多。这儿的1个栏肩呀，第2个栏呢，加了，3个栏呢就到了，6个栏的右手，中间呢就乱，中间有2个栏画了。一般运动员呢，如果这能力不足的话，可能就出现大。穆加迪呢，在这个情况下
个跨栏节奏啊，对于非常状态，因为实力超强，所以还是心无手。要快出2秒、3秒，时长呢？众所周知，田径400米是最特殊的项目，也是鉴定运动员综合素质最好的一个比赛项目。在之中要想拥有很好的成绩，那就必须要具备100米的冲劲和10000米的耐力以及坚定的毅力。而4×400米更是一种考验，跟4×100米的接力项目一样，19世纪末，接力跑被正式列为竞赛项目。当时的比赛规则规定，接棒人在20米接力区内跑进中从传棒人手中接棒，而4×100米接力，接棒人在接力区前10米即可开始预跑，但传接棒仍在20米的接力区内完成。1912年，4×100米和4×400米接力跑被正式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。1928年，女子4×100米接力正式成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。而在其中，国内就有这么几位接力大将，他们就是梁一娜、邓涵涛、马雪洁、徐博。而今天要说的也是他们在2017年世少赛混合4×400米接力的比赛。在他们4人中，最为突出的就是梁一娜了。梁一娜曾经获得2017年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女子1乘接力冠军，还曾携手冯露露、陶亚楠、莫家蝶等人为中国队夺冠创赛会纪录。在4×400米接力赛中，第一棒全程及第二棒的第一弯道是分道跑，第二棒运动员要跑至抢道线后方可自由抢道。第一棒的传接必须在参赛者指定的跑道内进行，其余各棒的传接，裁判员根据第二及第三棒运动员通过200米起点处的先后，按次序让其第3及第4棒的队友在接力区内由内至外排列等候接棒，所有接棒者均不可在接力区外起跑。接力棒必须拿在手上，直到比赛结束为止。完成交接棒后，运动员应留在本队的跑道中，以免因影响他人而被取消比赛资格。任何人掉了棒，必须由其本人拾回，而且要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，方可跃出自己的跑道以拾回接力棒。接力跑是多人竞项，跑手会传接30厘米长的金属圆柱，他们必须在接棒区内接棒。当拿着棒的跑手接近将接棒的跑手，便开始跑，以更早到达最高速度。因此，接力赛的成绩除以跑手人数，通常比独立项目的成绩为快。根据跑手的速度，接力赛的跑手位置通常是第2快、第3快，最慢最快。若果站出了跑道，则会被取消资格。
她肌理细腻，骨肉匀称。她的名字叫做韦永丽，是中国田径队曾经的短跑一姐，曾跑出过10秒99的100米成绩。在巅峰时期，无论是颜值还是实力，即便和葛曼棋相比，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是2014年仁川亚运会，韦永丽正是通过此次大赛才彻底确立了亚洲短跑一姐的位置。在女子的100米大战中，韦永丽所要面临的最大对手是来自日本的福岛千里。福岛千里是上一届亚运会女子100米和200米的冠军。韦永丽想要成为亚洲一姐，必须要在大赛中战胜福岛千里，从而来证明自己。在比赛前夕，刚下了雨，场地有些湿滑，这给运动员增加了一定的难度，同时也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。比赛的气氛越发的紧张起来，亚洲100米一姐的争夺一触即发。比赛开始，两人的起跑不分伯仲，中途加速的能力更是旗鼓相当，萨诺娃的后程能力也不遑多让。他们3人齐头并进，几乎一起完成了冲线。比赛结束后，3人也是一脸茫然，因为彼此的速度太接近了，肉眼看谁都无法确定冠军的归属。最后通过仪器才知晓结果，韦永丽以 0.01 秒的微弱优势战胜了日本女飞人福岛千里，时隔16年后再次为中国队获得了这枚宝贵的金牌。这枚金牌可谓是意义非凡。当韦永丽得知这一结果后，难掩心中兴奋之情，像孩子般直接跳了起来。从这以后，福岛千里彻底的把亚洲一姐的宝座让了出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。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一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会，拜拜。